这时候朋友们打呼噜声，声音竟然高达94.8分贝，而此刻它的血氧值居然只有71%。要知道，人的正常血氧范围是95%以上，血氧值一旦长期低于90%，身体就会因为缺氧而受到严重的损害，比如说心脏的负担加重、脑供氧不足，甚至说可能引发猝死。而更糟糕的是，打呼噜轻则让人睡眠质量下降，白天精神不济，记忆力减退；重则长期缺氧，对生命造成威胁。人之所以会打呼噜，是因为睡觉时整个人是放松的，咽部的肌肉、软组织，甚至是舌头都会向后坠，呼吸道变窄。那随着人的一吸一呼，气流冲过狭窄部位，使部分组织震动，就会出现呼噜声。过度劳累、肥胖都可能是打呼噜的诱因。更严重一些，会发展成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疾病。这是一种高度流行的呼吸系统疾病。据统计，全球约有10亿人患有不同轻重程度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，每天约有3000人在睡梦中窒息而死。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一般分为3种，分别为阻塞型、中枢型和混合型。阻塞型呼吸暂停主要是发生在了咽腔位置。那为了看得更清楚，我们可以顺着呼吸道去现场看看。现在是咽腔鼻部的位置，向下看去，那个像门闸一样的就是会咽，它是咽腔、口腔、气管的3岔路口。再仔细看，现在后鼻孔这一路会延伸到会咽的位置，整个隧道壁是软的，它没有骨头结构的支撑。当咽腔周围的肌肉们降低了紧张性，糟糕的睡姿导致了舌根因重力因素后移，挡住了咽腔，这就造成了呼吸阻塞。而中枢性呼吸暂停展开说就比较复杂了，往往是呼吸中枢或者呼吸机系统出现病变。简单的说，睡觉时大脑向控制呼吸的肌肉发出信号时出了差错，导致呼吸困难。那混合型呼吸暂停就是结合以上2种状况，在呼吸暂停过程中，前半部分具有中枢型特点，后半部分具有阻塞型特点。那这次呢，我们邀请一位打呼噜的朋友来参与我们这次节目。据他家人说，他的呼噜声如同雷鸣。魏老师，你晚上打鼾吗？这个应该是不打吧。这声音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，94.8分贝。这个声音就是一辆迈凯伦跑车发动时发出的咆哮声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和魏老师一起睡，你的耳边就一直有一辆超跑在咆哮。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血氧，竟然最低降到了71%，保持在73%上下浮动。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的危险了。魏老师啊，昨天晚上您的鼾声可是震耳欲聋。有这么严重吗？有，而且我们从血氧上看，其实您的血氧也有所下降的。那这样吧，今天晚上我们给您带上一个呼吸机，看能不能睡一个好觉，来缓解您打鼾的症状。好的，那我今天来试试看哦。为了缓解像魏老师这种打呼噜的情况，现在这种手段其实有很多，比如说止鼾器、无创呼吸机，或者说选择手术。无创呼吸机其实就可以帮助到魏老师来缓解打呼噜的情况。但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，那就是在使用呼吸机之前，要先去医院做一次压力滴定测试。那什么是压力滴定测试呢？简单来说，这项测试就是来去测出我们适合个人的最佳气流压力。我们也做了一个比较简易的道具啊。那我们来讲一下呼吸机的原理。呼吸机原理就通过一个稳定微小气流来形成一个空气支架，撑起整个呼吸道。那气流太小呢，撑不开气道，就达不到效果。那如果气流太大，那就会产生明显的人机对抗感，其实很难受的。常见的呼吸机主要有2种模式，一种是单水平正压通气，它会持续提供一个恒定的气流压力，不管是吸气还是呼气，压力都保持不变。这个气流会把气道打开，形成一个空气支架，让呼吸变得顺畅。但是因为呼气时也有这样一个压力在，所以会感觉到呼气时会有阻力。那另一种呢是双水平正压通气模式。相比单水平正压通气，它在吸气时提供更高的压力支持，让肺部得到更高的氧气。那在呼气时主动降低压力，让使用者在气道畅通的情况下，依然可以轻松呼气，把阻力感减小。无论选择哪种模式，都需要通过滴定测试来调整机器的参数。医院的睡眠中心或呼吸科会在测试中模拟使用呼吸机的场景，找出刚好能撑开呼吸道的最佳压力。这个压力值就叫做呼气末正压。然后将这个数据导入呼吸机中，设备就会根据这个设定高效的工作。当魏老师睡着后，我们发现他完全不打呼噜了，分贝数也只有30到40之间环境音和细微的气流声。我也看到魏老师的血氧恢复到了正常的94%左右。
打呼噜不仅是声音扰人的问题，更是身体向我们发出了缺氧信号。预防与干预永远比等到问题恶化后再处理会更为重要。但即使出现问题呢，科学解决方案依然存在。那通过这期视频呢，我们希望你不仅能了解到呼吸机的原理，更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它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，记得关注我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